今天我们要来看看台湾10个曾经风光，如今凄凉的景点。这些地方有的每年吸引过千万游客，如今却门可罗雀；有的号称全球最恐怖地狱，让人不寒而栗；还有的创下世界纪录后却沦为废墟，结局令人不胜唏嘘。他们的故事既有趣又发人深省。我们将倒数盘点这10个景点，看看他们为何从巅峰跌落谷底，结局到底有多惨。第10名，平溪放天灯，老街昙花一现的繁华。平溪老街曾经是人声鼎沸的观光热点，每逢假日人潮挤满铁道两旁，只为亲手施放一盏天灯，熊熊火光伴随祝福冉冉升空。那画面一度成为台湾观光宣传的经典。当年许多人专程搭乘小火车来到10分车站，为的就是在铁轨正中央点燃天灯，拍照打卡。商家林立的老街上充满叫卖声、烤香肠、炒米粉，香气四溢，夹杂着此起彼落的广播声。来哦，写下心愿，保证实现。一时间，这个昔日的煤矿小镇仿佛搭上时光机，重返繁华年代。然而短短几年后，繁华开始褪去，游客发现除了放天灯与拍照，平溪几乎没有其他体验。在老街闲逛半小时就能走完，剩下的时间只能发呆等火车。一些店家缺乏新意，只贩卖雷同的纪念品和小吃，让人难以留下深刻印象。许多旅客第一次来觉得新奇，但很少有人会来第二次。随着热潮退却，如今的平溪老街平日显得格外冷清，偶尔才有三三两两的散客匆匆路过。铁道旁曾密密麻麻的摊贩，如今有不少已歇业关门，留下空荡的店面与褪色的招牌。更严重的是，天灯文化本身引发环保争议，一盏盏承载愿望的天灯升空后变成垃圾，散落山林。当地居民每年清理成千上万残骸，苦不堪言。山林被引燃的事件也时有所闻。当浪漫变成环境负担，政府开始思考限制天灯。如果有一天禁令实施，平溪恐怕将失去最后的观光命脉，再度归于沉寂。想起曾经灯火满天的夜晚，如今白天却只剩下老街石板上斑驳的灯笼图案，实在让人不胜唏嘘。第9名，高雄六合夜市繁华落幕的美食街。六合夜市曾是高雄的骄傲，鼎盛时期，一条短短的街道挤满海内外游客。入夜后，五光十色的招牌亮起，摊贩此起彼落地吆喝烤小卷来一串，木瓜牛奶不要错过。人潮挤得水泄不通，连走路都只能随波逐流。一眼望去，尽是举着相机拍照的外国观光客和大陆旅行团，他们拿着满手小吃，惊叹声不绝。这夜市真热闹。当时的六合夜市可以说是世界各地美食爱好者的朝圣地，连外媒都来采访报道。然而，如今的六合夜市早已失去了昔日荣光。随着两岸游客锐减以及全球疫情影响，夜市人潮大不如前。摊商发现自己失去了主要客源，大陆观光团不见了，欧美背包客也大幅减少。过去那种人贴人、肩并肩的盛况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门可罗雀的冷清。许多摊贩干脆提早打烊，有的甚至收起摊位另谋生计。走在现在的六合夜市，你可能会看到店家老板百无聊赖地滑着手机，门口挂着今日公休的牌子。曾经此起彼落的叫卖声，如今一个晚上难得响起几次。为什么会变这样？原因耐人寻味。过去六合夜市爆红时，一些商家只顾狠捞观光财，东西卖得又贵又随便，口碑逐渐变差，本地人敬而远之，外地客也一回生二回熟。吃过一次贵松松的海产或水果，就觉得不值，下次干脆不到这里了。一朝少了观光客，夜市顿时失去支撑。政府和商圈也尝试过挽回人气，例如办美食节打折、改善卫生环境等，但效果有限。毕竟人气这东西失去了就难再找回。今日漫步六合夜市，偶尔还是吃得到美味的木瓜牛奶、烤海鲜，可是少了人潮与喧嚣当背景，连美食也尝起来有点寂寞的滋味。第8名，彰化南天宫18层地狱儿时噩梦的凋零。在彰化八卦山上一座庙宇的地下，有一个传说中连鬼见了都发抖的所在南天宫18层地狱。上世纪7、80年代，这里可是远近驰名的景点。
许多台湾小孩的童年阴影就来自于此。小学校外教学或家庭旅游，被大人带来地狱洞探险，刚进入口就见黑洞洞的地道直通地下，隐约传来凄厉的哭喊声和铁链拖动声。胆小的小孩还没下楼梯，腿就软了一半。当年的父母老师们可不管你怕不怕，硬拉着你一路往里走，边走还边语重心长，看吧，做坏事下地狱就是这下场。地狱洞里灯光幽暗通红，一尊尊牛头马面的鬼卒瞪大双眼，手持巨刀铁叉，守候在各个刑罚场景旁。场景栩栩如生地还原传说中的18层地狱刑罚。拔舌地狱里，舌头被铁钳深深扯出，血淋淋挂在犯人胸前。油锅地狱中，纸糊的恶鬼被丢进沸腾的油锅，不停翻滚，发出凄惨的尖叫声。刀山地狱里，赤裸的罪魂被迫攀爬插满利刃的铁山，稍一松手便坠落刀林，场面骇人。更毛骨悚然的是，这些刑具和鬼卒还会动当年算是高科技的机械装置，每隔几秒就重复演示断头、锯身等处刑动作，发出咔啦咔啦的机械响声与鬼哭狼嚎一般的音效，让参观者背脊发凉。如此恐怖的体验，过去偏偏场场爆满。很多成年人回忆起童年来此的经历，仍心有余悸。小时候真是吓破胆，晚上做噩梦，梦了1个月。然而，随着时代变迁，这类劝世下诅的景点已不再受欢迎。年轻一代的父母多半舍不得带孩子看这么血腥恐怖的东西，学校也不再安排这类校外教学。渐渐地，南天宫地狱洞参观的人愈来愈少，曾经吵闹拥挤的地下长廊，如今常常只剩空无一人，只有那些塑胶恶鬼还在不知疲倦地摆动铁叉，循环演绎着没有人看的刑罚剧。偶尔有胆大的年轻人好奇闯入，反而因为整座地狱展区只剩自己和一群阴森鬼卒对视，被吓得落荒而逃。曾有外国 YouTuber 探访后拍片称，这里是全球最恐怖的地狱主题景点。的确，在现代主题公园充斥卡通吉祥物的年代，如此写实残酷的地狱展览几乎绝无仅有。只是它的恐怖不再是成功卖点，而成了被冷落的原因。展区那些布满灰尘的塑像和老旧喇叭，见证着一个观光时代的落幕。走出地狱洞，重回阳光下时，人们往往松了一口气。然而，回头看看阴暗入口处18层地狱几个大字，心中不禁感慨，当年令无数游客毛骨悚然的地狱，如今自己也沦为冷清的鬼域，这何尝不是一种讽刺？第7名，垦丁大街与国家公园乐园变衰退的代名词。垦丁曾几何时是台湾观光的代名词，是无数人心中的热带天堂。蔚蓝海岸、比基尼、机车、啤酒、电子音乐派对，提到垦丁就让人联想到青春与狂欢。最风光的年代，垦丁国家公园的年游客量曾高达800多万人次，几乎等同于台湾总人口数的一半。那时候走在垦丁大街上，不论白天黑夜，都仿佛置身嘉年华现场。白天沙滩戏水，潜水看珊瑚，夜晚街上一摊接一摊小吃和酒吧灯红酒绿，业者笑得合不拢嘴。从酒店民宿到卖烤鱿鱼的大叔，每个人都忙得不可开交。垦丁一度被誉为台湾夏威夷，风光无两，但盛极而衰的警钟早已暗暗敲响。巨量人潮带来财富，也滋生贪念和懈怠。有些商家只顾眼前利益，哄抬物价，品质却下降。游客渐渐发现，在垦丁吃个阳春面可能要价几百元，一瓶矿泉水卖到比台北101观景台还贵。曾爆出新闻的夸张案例，包括一盘炒面要价400-500元，让人大呼比敲竹杠还狠；或是民宿房价节节高升，却环境脏乱。再加上大量游客对环境的破坏，珊瑚被踩死，沙滩垃圾遍地，垦丁的美丽本钱在消耗殆尽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垦丁东西又贵又普通的负评开始发酵，本地旅客有了不愉快经验，下次假期宁可改去台东花莲，国际游客的口碑也每况愈下。雪上加霜的是，政治和时局的变化也让垦丁游客数断崖式下降。2016年以后，大陆团客大量减少，原本沿街招揽陆客的店家门可罗雀。接着全球疫情来袭，
虽一度有国旅潮支撑，但毕竟口碑受损，本地游客也不愿久留。根据统计，垦丁国家公园游客10年间锐减70%，从巅峰时的1年800多万人次骤降到不足200多万。这骤减的数字背后，是一家家商店倒闭转手，夜市摊贩弃守的事实。走在现在的垦丁大街，平日可以看到许多铁卷门紧闭，上头贴着招租或出顶。曾经人满为患的南湾沙滩，如今淡季时只见到稀稀落落几把阳伞，甚至有那么几天，海风吹过空荡的沙滩，仿佛在叹息。垦丁的没落让不少人不胜唏嘘，一个得天独厚的观光胜地，为何沦落至此？有人检讨是业者自食恶果，也有人反思政府管理和环境保育的失职。所幸近年也有在地年轻人和业者开始推动转型，例如提升餐饮品质、经营生态导览，希望把正面形象找回来。垦丁是否能卷土重来，值得后续观察。但无论如何，昔日那误闯仙境般的初见经验感恐怕难再现了。现今的垦丁更像是一位历经沧桑的中年人，努力想重拾年轻时的光彩。走过冷清的垦丁大街，我们不禁要对当年的狂热道别。天堂变幻为荒原，只在一念之间。第6名，溪头妖怪村烂伤后的怪奇小镇。在南投溪头森林里，有一座日式风情的主题村落妖怪村。1990年代末，本来只是溪头森林游乐区门口的几间贩卖部，因为创办人灵机一动，融入日本妖怪传说元素，摇身一变成了这个奇幻有趣的小村庄。一踏进妖怪村，仿佛来到日本鸟取的鬼太郎街道，红色鸟居，挂满妖怪符咒的神社，造型诡谲的天狗与妖狐雕像处处可见。创办人还请来演员穿上妖怪装，在街上和游客互动吓人，增添真实感。2011年正式开村营运后，不打广告就一炮而红，首创的免费入园模式更是吸引人潮汹涌，周末常出现游览车大排长龙，把深山老林的停车场都挤爆。商店推出各种创意妖怪商品，妖怪面包、妖怪油桶、妖怪纪念章，游客们兴奋地买了又买，合照打卡，笑声不断。当年有人说，不去九族文化村也要去妖怪村。妖怪村一时之间红遍两岸三地，甚至不少日本观光客都慕名而来，想看看台湾版的鬼怪小镇。正当大家以为妖怪村会长长久久旺下去时，热潮开始慢慢降温。问题出在回头客不上门。由于免门票，妖怪村收入全靠贩卖商品和餐饮，但是许多游客发现，村内店铺卖的东西千篇一律，几乎都是印了妖怪图案的饼干 T 恤、钥匙圈，创意有限且价格不便宜。一次买过后，第二次再来就提不起劲购物。更麻烦的是，园区虽有穿和服、品茶等付费体验，但经营一阵子后也显得单调，业者没有持续推出新点子，新鲜感逐渐消失。另外，最初让人津津乐道的妖怪 cosplay 互动，后来也缩减了。人们逛村子时，很少再遇到活生生的妖怪和你开玩笑，缺了这位，妖怪村就少了一大半趣味。外部环境的变化，也让妖怪村雪上加霜。近年日本旅游签证放宽，联航机票价格降低，许多喜爱日本文化的台湾年轻人干脆飞去日本赏樱逛街，把钱花在真正的日本小镇体验上。相比之下，妖怪村的吸引力就被分散了。渐渐的，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妖怪村，不再是狂热朝圣的人潮，而是店家叫苦、生意难做的声音。周一到周五时常冷冷清清，几只山上的野猴子蹲在屋檐上，比游客还多。假日人数略有回升，但也大不如前。一些摊贩干脆不定时休息，有时游客大老远跑来，发现想买的妖怪烧果子店没开，兴致大减。妖怪村的成绩令人感叹，一个用创意翻身的小山村，让当地经济起死回生，却也因后继无力而走向没落。或许他给所有观光业者上一课，创意是引爆点，但要留住人心，还需要源源不绝的用心与变化。如今漫步妖怪村，木造街屋和赤红鸟居依旧，晚风中飘来微弱的烤地瓜香，但少了游客的欢笑尖叫，相伴的只有山林的虫鸣。当年那股惊奇和热闹
仿佛只是一场稍纵即逝的怪梦，醒来后只剩一片静谧。第5名，乌来云仙乐园，高山仙境的幻灭。深山中的乌来云仙乐园曾被誉为台湾的世外桃源。这座1967年开幕的山中度假乐园，名字就透着仙气，云雾中的神仙乐园。与众不同的是，进入乐园必须乘坐空中缆车横跨峡谷，悬吊在半空，俯瞰下方湍急溪流，仿佛仙人御风而行。缆车终点就是半山腰的云仙乐园，那里有清新的湖泊，工人划船，茂密森林里架起步道让游客漫游，还有当年西喊的露天音乐台，不大但欢乐的摩天轮和旋转木马。白天可以泛舟看原住民歌舞表演，夜晚住在山上的云仙山庄旅馆，推窗即是满天星斗和远处台北盆地的万家灯火。对许多6、7年级生而言，云仙乐园是童年记忆中不可取代的一部分，那是一个和家人一起上山仙境的美好旅程。然而，大自然的美丽同时蕴藏着无情的破坏力。2015年8月，一场突如其来的超级台风苏迪勒台风正面袭击台湾，乌来地区降下惊人豪雨，引发严重土石流。傍晚时分，乐园对外的唯一缆车钢索在狂风暴雨中剧烈摇晃，终于不堪重负断裂，缆车车厢坠落毁损，大量土石倾泻而下，冲进乐园，所到之处尽成废墟。山腰的旅馆和设施也遭重创，原本静谧的湖泊被泥沙填满一半，云仙乐园仿佛在一夕之间被拔掉电源，从仙境变成死城。灾后，经营云仙乐园的家族几经评估，遗憾地决定不再重建，原因无他，伤痕累累的乐园需要投入庞大资金修复，但未来山区观光的风险难以掌控。此外，乌来当地居民也担心重建可能再度扰动地质，引发2次灾害。就这样，云仙乐园在灾后封闭至今，再没有对外开放，人们只能遥望半山腰那空荡荡的缆车站台，缅怀过往。偶尔有冒险的都市探险客翻山越岭，想一睹废墟真容，带回来的照片让人不胜唏嘘。缆车站布满青苔藤蔓，昔日鲜红的车厢斜躺在泥地里生锈，湖面缩小成泥潭，倒塌的码头露出残骸，旋转木马静止在斑驳的轨道上，几只木马断头断腿，睁着空洞的大眼睛。旅馆房间里钢筋水泥外露，床垫发霉翻倒，一片狼藉，宛若末日场景，令人不敢相信这里曾经充满欢声笑语。云仙乐园的结局可以说是天灾无情，但也反映出山区观光的脆弱性。曾几何时，人们只看到它如仙境般浪漫的一面，忽略了大自然的不确定因素。如今山林回归寂静，只余下残破设施，诉说从前。当年的小朋友早已长大成人，在带着孩子来到乌来时，只能指着对岸山头对孩子说，你看，那里以前有座云仙乐园，爸爸小时候去过哦。语气中满是追忆与无奈。一场风灾吹散了多少人的童年回忆。云仙乐园的幻灭教会我们，与自然共处时的谦卑仙境从来都不是人间长久之地。第4名，三只飞碟屋，未来都市的幻影。在新北市三芝海边，曾经矗立着一片宛如科幻电影场景的怪异建筑群三只飞碟屋。如果时光倒回40多年前，你驾车沿北海岸公路行驶，远远就会被岸边那些五颜六色的圆盘状建筑吸引住目光。一栋栋2层楼高的椭圆形屋体架在中柱上，外形酷似太空飞碟降落地球。一大片草坪上散落着这些飞碟屋，有的鲜黄色，有的橘红色，在阳光下显眼又诡谲。当年这里本计划打造为高级海滨度假村，由美国公司引进最新奇的模组化建筑技术，整栋屋子用强化塑胶和玻璃纤维打造，再组装起来。屋内有落地窗，俯瞰海景，曲线沙发，新潮厨具，在1970年代算是非常前卫。开发商雄心勃勃地想吸引美军顾问和台湾上流人士来此自产度假，认为未来城市就在眼前。然而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飞碟屋度假村从一开始就诸事不顺，据传在动工兴建时就发生过多起工地意外，包含工人坠楼上升等。附近流传着各种灵异说法，
有人说基地前身是日军战俘营，埋有怨魂，也有人说施工时不慎毁损了象征风水龙脉的一条巨龙雕像，引来报复。更现实的是1980年代初期，台湾经济震荡，投资方资金断裂，建案被迫腰斩，一排排飞碟屋停工，无人入住。那片海边的未来都市顿时成了鬼城。随后的20几年里，3只飞碟屋逐渐为人遗忘，但又在地下室文化圈悄然爆红。好奇的探险者们翻入封锁线，发现这里简直是绝佳的冒险场。色彩鲜艳的圆屋映衬着凄凉的海景，屋内废弃家具散落，墙上爬满青苔，一切静谧而超现实。有人拍照抛网，引来更多勇者夜探。有传闻说深夜会看到无头军人魂魄在飞碟屋间游荡，也有人声称听到奇怪的机器声响，仿佛外星人在交谈。但这些传说只让飞碟屋更加出名，甚至吸引外国媒体报道，称这里是世界上最奇幻的废墟之一。许多摄影师专程前往拍摄，把它形容为历史静止的未来之城。然而飞碟屋终究无法永远留存。2008年前后，政府考量安全与都市计划，决定将飞碟屋群全数拆除。消息传出，爱好者们纷纷赶去与飞碟屋告别。拆除过程中，有人目睹那怪诞优美的圆顶在怪手一击下碎裂，心中阵阵酸楚。短短几个月，海岸上那些见证无数传奇的飞碟建筑全数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度假别墅和咖啡厅，看起来再正常不过，仿佛那些飞碟从没降临过。3只飞碟屋的故事就像一场大胆的梦境，开发者曾梦想为台湾打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未来度假天堂，最终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而那些物质人间的飞碟，在无人照管的岁月里渗透出独特的苍凉之美，又引来后人无限遐想。这场梦醒后，只剩海风吹拂空荡的草地，偶尔有人指着旧址低语，这里以前有许多像飞碟的房子呢，语气就像传说远古的故事。未来都市的幻影骤现又陨落，留下的教训是现实永远比幻想更残酷。第3名，彰化台湾民俗村全台最大废墟的兴衰。位于彰化花坛乡，占地52公顷的台湾民俗村，曾是台湾主题乐园的一段传奇。它开幕于1993年，初衷是呈现台湾传统民俗文化与建筑之美。园区内建造了许多仿古建筑、福建古厝、城门楼、戏台、传统商街，还原了早期台湾小镇风貌，同时又结合游乐园元素，设有还原小火车、水上乐园和各种儿童游乐设施，可谓老少咸宜。民俗村一开幕就引发轰动，成为90年代最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。巅峰时期，年入园人数突破数百万人次，据说一度是全台游客最多的乐园，风头甚至压过当时的六福村、九族文化村等老字号。许多外国政要访台也被安排参观此处，一时间声名远播。走进全盛时期的台湾民俗村，满街都是穿着古装的工作人员和戏曲乐声。早上有传统迎亲游行，新娘坐花轿，锣鼓开道。中午戏台上演布袋戏和歌仔戏，掌声笑声不绝于耳。下午还有民俗技艺表演，扯铃、舞狮、杂耍，让游客拍手叫好。小吃街上可以品尝各地小吃，让人大快朵颐。一家大小可以在这里玩上一整天，还意犹未尽。那时候的民俗村可谓日进斗金，门票收入加上园内消费，据说一年营业额上看数十亿元，是名副其实的观光金鸡母。然而好景不长，民俗村的荣光在短短几年间急转直下。首先是1999年的921大地震，重创台湾中部旅游业，震后相当长一段时间，外地游客不敢来中部，民俗村门可罗雀，收入锐减。接着本身经营也出现问题，园内设施维护不佳，老旧没有更新，节目内容多年不变，游客新鲜感渐失。其他乐园纷纷推出新颖刺激的设施，而民俗村仍停留在看戏吃小吃的老路子，年轻族群兴趣缺，经营者资金周转不灵，开始入不敷出。到了2000年代初，台湾民俗村宣告破产停业，曾经门庭若市的乐园就此封闭。民俗村关门后，园区土地和建物因债务缠身陷入拍卖重讼，一晃眼20年过去，
竟无人愿大规模接手开发。广袤的园区就此闲置荒废，昔日人声鼎沸的街道成了全台最大的废墟之一。如今若能设法进入那被围栏封闭的园区，仿佛进入一座时光遗迹，斑驳的城门静静矗立，门额台湾民俗村几个大字已剥落得难以辨识。戏台上的布景人偶倒在灰尘中，台下再无观众席，只剩野草淹没。街道两旁仿古商铺的木窗大多掉落，门匾歪斜，上头谨记茶庄、同源药房的字样依稀可见，像在诉说主人仓皇离去的故事。小火车铁轨锈迹斑斑，被灌木盘根紧紧缠绕。曾载满孩童欢笑的小火车头孤零零停在隧道口，车身涂装早已褪色。偶尔有探险者在社群上分享照片，令人不胜唏嘘。有栋建筑因具历史价值被政府列为历史建筑而保存，但周围景象更显凄凉。一些建物近年遭产权单位半夜偷拆，成堆砖瓦瓦砾散落原地。昔日保留传统工艺之美的亭台楼阁毁损殆尽，一座曾经繁华辉煌的民俗文化乐园就这样在岁月中走向毁灭。它的没落有天灾因素，也有人祸原因，更折射出观光产业瞬息万变的残酷。人们不禁感慨，昔日汇聚全台民俗精华的文化村，如今自己也成了被遗忘的历史一页。或许多年后，孩子们翻开老照片，看到这里还会惊讶问，原来台湾有过这样一个地方，只是物是人非，驻足在民俗村破败的城门前，我们仿佛听见风中隐约传来戏曲的尾音，那是对繁华往事最后的诉说。第二名，八仙乐园欢乐场变成人间炼狱。提起八仙乐园，许多台湾人脑海中浮现的是夏日戏水的美好回忆。然而2015年的一场灾难让这座水上乐园的名字永远蒙上阴影。那年6月底，八仙乐园举办了一场年轻人期待已久的大型派对活动——彩色派对。舞台灯光炫目， DJ 播放着震耳欲聋的电子舞曲，上千名年轻男女身着清凉，在露天舞池随音乐尽情舞动。工作人员不时往空中和人群喷洒彩色玉米粉，五颜六色的粉末如细雪般弥漫空气，沾满了每个人的头发和肌肤。大家又跳又喊，气氛嗨到最高点，现场仿佛一场彩虹盛宴。然而欢乐在一瞬间化作永劫。当晚8点多，不知是灯光高温还是烟火火花，引燃了空气中浓密的彩粉。砰一声巨响，一团巨大的火球在舞池中央爆炸开来，那看似无害的彩色粉尘瞬间变成死亡武器，火焰以极快速度吞噬了四周的人群。音乐戛然而止，取而代之的是此起彼伏的尖叫与慌乱。年轻人们惊恐地四散奔逃，有人全身着火跌倒在地，有人叛命跳进旁边泳池灭火，现场陷入炼狱般的混乱。短短几十秒，熊熊烈火烧遍整个舞池区域，将原本青春洋溢的派对场景化为焦黑废墟。这场灾难酿成近500人严重烧伤，其中15人因伤势过重陆续不治身亡。八仙乐园原本象征欢笑的名字，转瞬成为痛苦与悲恨的代名词。事发后全台震惊，社会大众对乐园的安全管理口诛笔伐，政府勒令八仙乐园无限期停业，负责人被追究法律责任。幸存的伤者和罹难者家属长期陷在悲痛与复健中，对他们而言，那里承载的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痕。自此之后，八仙乐园大门深锁，再也没有重新开放。曾经夏日里充满欢声笑语的戏水区，如今荒草丛生，滑水道和造浪池静静矗立在那里，如同冰冷的纪念碑。有人透过无人机航拍过灾后几年的园区，高耸的五颜六色滑水道安静无人，末端连接的水池里挤满黑色的污水，舞台区烧得焦黑的棚架残留一角，地面上隐约可见当晚派对的灯光设备残骸。四周原本该是游客嬉戏的更衣淋浴间、商店全罩上一层灰，整个乐园死气沉沉，只剩海风吹过废墟的呜咽声。附近居民甚至说，夜深人静时，偶尔能听见园区内似有似无的凄惨哭喊。那或许是错觉，但人们宁可信其有八仙，已经成了禁忌之地，再也没有人愿踏进一步。这样的结局太过沉痛，它提醒着我们，
任何疏忽都可能酿成无可挽回的悲剧。八仙乐园曾带给成千上万人欢乐，如今却以如此悲惨的方式落幕。那场大火熄灭后，乐园也随之走入历史，许多年轻人原本美好的夏日时光回忆变成永远的伤疤。走在八仙乐园外，透过锈蚀的铁门缝隙望向里面残破的水道设施，令人不禁鼻酸。这不仅是台湾观光史上最惨痛的一页，更是无数家庭心中永远的痛。第一名，嘉义高跟鞋教堂，水晶梦幻的孤寂巨鞋。在嘉义布袋海边，有一座外形宛如水晶玻璃鞋的蓝色建筑，这便是高跟鞋教堂。它高约17公尺，远看仿佛巨人遗落在海岸边的一只玻璃鞋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2016年初，教堂落成时，立即穿红全台，新人们趋之若鹜，少女们惊呼梦幻，媒体争相报道这座造型奇特的建筑。不久后，高跟鞋教堂更申请金氏世界纪录成功，成为全球最大高跟鞋造型建筑物。一时间，嘉义沿海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涌入大批游客，只为亲眼目睹并拍照留念。教堂周边设置了浪漫的心形装置和爱情椅，一对对情侣在此拍下甜蜜合影，仿佛这水晶鞋真的能见证永恒爱情。人们称它是灰姑娘的水晶鞋，从童话走进了现实。然而，如今热潮退去，高跟鞋教堂的境遇却令人意外的凄凉。平日时段，偌大的玻璃鞋前广场经常空无一人，只有海风吹过，巨大的鞋跟在阳光下投下孤独的阴影。为什么曾经爆红的打卡热点会沦落至此？答案其实早埋下伏笔。原来这座造型教堂虽然吸睛，内在却是空洞的。游客抵达后发现，除了跟巨大玻璃鞋合影，附近几乎没有其他可逛可玩的东西。周遭地区原本开发程度不高，没有商店街，也没有其他景点，只有一片荒凉海岸和零星渔村景色。游客拍完照，不消10几分钟就没事可做，只好上洗手间后打道回府。正如知名作家苦苓所批评的，拍照打卡完就走，没有任何能让人多留半小时的东西。在缺乏配套下，高跟鞋教堂注定只能提供短暂的新奇，而无法把转瞬即逝的旅客变为回流的常客。更深一层的原因是，高跟鞋教堂的诞生带有浓厚的噱头成分。当初地方政府为振兴观光，投入上千万元新建此巨大玻璃鞋，但除了造型本身，其实并无宗教功能，并非真正用来举办礼拜的教堂，也缺乏深厚文化底蕴。官方曾赋予它一个感人的创作灵感。据称早年当地有位少女因患黑脚病、乌脚病而双腿截肢，无缘穿上婚纱与高跟鞋步入礼堂，这玻璃鞋象征圆梦与纪念。然而，这动人故事并没有被深入宣传或营造成旅游体验的一部分，许多游客压根不知道这段典故。当故事与在地连结缺席，景点就沦为空壳。人们最初为新奇而来，很快也因无聊而去。时至今日，高跟鞋教堂成了嘉义海边一座孤零零的地标。每到黄昏，只见那巨大的蓝色鞋面反射出落日余晖，周围几乎没有游人。偶尔有好奇的外地旅客专程绕来，看着眼前庞然大物发出惊叹，拍完几张照片便匆匆离去，留下空荡荡的停车场。当初热闹非常的小吃摊和贩售纪念品的摊位，现在大多已收起。摊主感叹，游客一天比一天少，做不下去了。傍晚时分，甚至可以看到流浪狗大摇大摆在教堂下方踱步，仿佛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地盘，他们才是常住于此的常客。高跟鞋教堂的故事仿佛一则童话的反面，灰姑娘穿上水晶鞋嫁给王子，从此过着幸福生活。而嘉义的水晶鞋却在热闹退场后变成了遗落的孤儿。他曾荣耀地写下世界纪录，但纪录无法带来持续的人气，终究敌不过现实的冷漠。有人批评这是浪费公帑的形象工程，也有人惋惜没有善加规划配套，导致功亏一篑。走进那高跟鞋建筑，可以发现蓝色玻璃幕墙上布满了海风吹拂的研制痕迹，边角处甚至长出绿色的薄薄青苔。这座象征梦想与爱情的建筑，现实中正慢慢失去光泽。当初翘首以盼的人潮不在，水晶鞋等待的舞会永远没有到来，只剩下一片沉寂的夕阳余晖与它为伴。
从平息天灯的熄灭，人去楼空的夜市街，到鬼气森森的地狱洞，断线的缆车，消失的飞碟村，灰飞烟灭的乐园，再到如今形单影只的水晶鞋，我们见证了10处台湾景点从鼎盛走向没落的故事。每一个故事都各有因由，有人祸，有天灾，有潮流使然，也有决策失误。表面看来，他们的结局千差万别，有的惊悚凄美，有的悲剧惨烈，有的悄无声息。但细细想来，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点：盛极而衰，转瞬成空。这些景点的沉浮，折射出观光兴衰的残酷真相。打造一个景点，或许只要一时创意和投入，但要让它历久不衰，则需要长期的经营智慧与诚意。当只追求噱头和短线效益，最终往往沦为昙花一现的泡沫。当忽略了品质与体验，游客用脚投票后留下的只是一座空城。我们从垦丁和六合夜市的例子看到，过度商业逐利终究伤了金鸡母本身。从民俗村、妖怪村、高跟鞋教堂的例子明白，缺乏创新和深入文化内涵，人气终将散去。从八仙乐园、云仙乐园的例子更痛悟，自然和安全的警示从不容忽视，稍有差池即覆水难收。或许有人会问，那些没落的地方还有没有重生的一天？答案不一而足。少数地方经过反省、调整、改进，也许有卷土重来的机会，但有些错过了黄金时刻或灾难临头的景点，恐怕只能长留记忆与教训中了。无论如何，这10个最惨景点所经历的，都值得后人深思。他们的故事有如10面警钟，提醒着台湾的观光从业者和我们每一个旅人，风光与繁华绝非永恒，唯有在地的真诚、永续的经营，以及对游客的用心，才能让美景长存，人气长聚。否则，再美的水晶鞋也会蒙尘，再热闹的乐园也可能门可罗雀。当夕阳西下，我们回望那一座座孤独矗立的建筑与废墟，不禁感叹：心也匆匆，往也匆匆。愿这些故事化作警惕与激励，让未来的台湾观光少些浮华噱头，多些细水长流的美好。别再让下一双水晶鞋独自落寞地等待不存在的舞会。